嘿，Sir，小爱同学，小度，小丽，天猫精灵，在的。哎，我在，来了。哎，我在，我在，来了。我在，你好，我在的。你好。哇，这么多！正在使用智能音箱的小伙伴，请扣波一。2014年，亚马逊发布了 Echo 智能音箱啊，虽说那个时候啊，它还是停留在语音助手啊这个阶段啊，但是全新的形态以及相对低廉的价格，可谓赚足了眼球啊。在阿里、小米、百度啊等等这些互联网巨头啊进入这个赛道之后啊，智能音箱的销量从2017年的176万台，迅速啊窜到了现在的1000万级别的销量，算是真正走入了很多寻常百姓家。这期我们选择了6款各个品牌热销的啊比较入门的智能音箱，来看一看到2022年了，谁是真智能，谁是真智障。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次我们都选择的是各品牌的入门级产品啊，这个如果价格差不多，我们会选择功能更全的型号。小米是小爱音箱 Play 啊增强版，便宜大碗是选它的核心原因啊，既有红外还支持 Mesh 网关，在100元出头的价格确实很香了。天猫选择的是天猫精灵印堂啊，主要是因为入门款都差不太多啊，这是销量最高的。小度智能音箱2红外版也是便宜大碗的版本啊，苹果的 HomePod mini， 华为 AI 音箱2啊，前面说了5款啊，还有一款估计你想不到。京东的鲸鱼座啊，看着不太起眼，但是销量也是几十万级别的。还特别看了一下，2015年京东就联合科大讯飞啊，建立了玲珑科技，出过叮咚智能音箱啊。之前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少，详细了解还算是行业 OG 了。这几款的价格确实有差距啊，这个大家还是弱化对比啊，不用把它当成一个横屏看，着重看自己关注的型号就可以了。智能音箱在中国已经超过1000万家庭拥有，在万物互联的大势所趋下，它承载着智能家居入口的重要功能啊。这点后面我们会详细说。作为智能音箱最基础的功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音唤醒。在我们前期调查中，觉得反应灵敏度和语音识别率很重要的用户占比37.9%，虽说不是最多啊，也可见其重要性。首先测试原厂唤醒率，我们分别在安静场景距离3米、5米，模拟看电视时3米的距离，以及自噪音3米的距离，这4个场景，每个场景用手机设置相同的音量播放唤醒词，并记录它们的识别次数。直接看结果，安静环境下3米的距离啊，苹果、金鱼座、小米、小度、华为都 OK， 天猫精灵5次成功了2次啊，属实有点低了。而难度更高一点的5米距离，同样也是天猫精灵出了点问题啊，5次啊，这次唤醒了4次。天猫精灵有个规律，就是你在第一声唤醒的时候需要较大的音量，如果是正常音量，有时候会无法唤醒。在唤醒1次之后，后续的唤醒啊，你正常音量就没啥问题了。我在。如果碰到过这个现象的小伙伴，请扣波1。工作室小伙伴家里用的小度也有这个问题，回家第一声你声音比较小，就有概率唤醒失败，而唤醒几次之后，后续唤醒就又正常了。打个比方，就是你完全睡着了，妈妈叫你吃饭，当妈妈叫了2次，这音量逐渐加大，手里的板子有点控制不住了之后啊，第3次终于把你叫醒。我们暂且将这种情况叫做冷唤醒。实际体验中，天猫和小度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而华为偶尔也会出现。难度更高的外界噪音和自噪音场景啊，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在模拟正常看电视的情况下，苹果和小米全程无压力啊，鲸鱼座只成功了1次，小度和天猫则是5次均失败啊。这个华为相对还比较稳定啊，只失败了1次。在智能音箱自己播放内容时唤醒啊，也就是自噪音的情况，大家的表现居然要比看电视的时候还要好一些。除了天猫精灵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冷唤醒情况，在唤醒1次之后，后续的唤醒都能正常进行。当然，决定唤醒率的因素有很多啊，比如说硬件、软件、唤醒词。我们先来看一下硬件啊，记得厂家在大力烧补贴的时候，麦克风阵列的数量啊会作为一个主要宣传点啊，基本上都是4个以上啊，甚至是6到8个。而我们手上这几个入门款，只有苹果和华为鲸鱼座啊有4个之外，另外3个都是2个麦克风。对于智能音箱来说，麦克风就是他们的耳朵，肯定是越多越好。综合来看，4个麦克风的智能音箱表现是要稍好于只有2个的小度和天猫的。当然，它们也有价格区别，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麦克风的数量就可以了。小爱同学表现不错啊，和他的设定有一定关系。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自用的小爱同学有没有碰到过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说话啊，时不时出来冒个泡啊？碰到过的请扣1。如果定位不准，请去音箱 APP 填写摆放位置吧。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唤醒词的设置上啊，我们仔细了解了一下啊，其实也非常关键。一个好的唤醒词会直接影响到唤醒率。根据百度人工智能交互设计院唤醒率实验研究中表现的情况，唤醒词有多种组合方式，比如说 Hey Siri 啊，它就是 Hey 加上名字。
天猫精灵是品牌加上名字，小爱同学是名字加上称谓，小度则是名字加名字。在众多唤醒词的组合方式中，名字加名字的叠词方式是受用户喜欢的。而名字的设置也有讲究啊，小加上某一个字啊，这种名字比较符合国人的命名习惯。就比如说我们啊，小白，你的小名是啥？弹幕评论也可以扣一下啊。当然，小后面这个字也挺重要的。汉字声调的研究中，用户会更喜欢平声而不是仄声啊。如果你觉得小爱读起来相比于小度要更加顺口一些的人啊，请扣一。小爱同学这4个字4个声调都有，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且符合大家说话习惯的唤醒词。但小爱同学这4个字连起来读快一点，是不是就变成了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有点小同学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说慢了感觉累啊，说快了叫不醒它。唤醒词的设置也是一门重要学问。既要考虑到是否太过常见，还要考虑到和品牌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用户的主观喜好也并不代表唤醒词就一定科学合理。大数据研究出来唤醒词也不一定在真实生活中就实用就被大家喜欢。当然，比如像金鱼座这种直接能改唤醒词的，就属于降维打击了。小爱同学，我在。后续希望大家全部都能更新啊，不知道苹果啥时候能更新。主观上，我们更加倾向于叠词作为唤醒词，小度和小易其实是不错的例子。小爱同学确实挺顺口的啊，但日常生活中呢太常见，容易被误唤醒。而嗨加上名字啊，比如 HomePod 和鲸鱼座，感觉就有些拗口了啊。但是反过来，这样误唤醒的概率也比较小。问大家，这些官方唤醒词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单说唤醒率方面啊 ，HomePod、小米、华为做的不错，小度、天猫和鲸鱼座相对较弱。如果你比较介意这方面的表现，建议不要把智能音箱放在电视柜啊，这样距离你比较远的位置，最好是随手就能碰到的位置。离你近一点，唤醒率方面啊，大家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除了唤醒率，我们还测试了一下它们各自的响应时间，大家的响应时间都能做到2秒内。响应方面呢，感觉做的比较好的是苹果，当然它价格也比较贵啊。苹果默认可以直接在黑 Siri 之后，不用等待音箱响应，继续发布指令。嘿 Siri 播放音乐。嘿 Siri 音量调高一点。而且它的识别率又比较高，整个过程感觉就比较行云流水。而其他几款要在音箱响应之后再发出指令。小易小易，来了。播放音乐。幸福的声音就是和你分享的这些音乐啦。我们也知道也有免唤醒模式啊，这里我们单说的就是默认需要唤醒的情况下的表现。天喵精灵需要等待他说完我在呢，你说啊这5个字之后，再命令他。我在，你说。播放音乐。好的，为你推荐乌拉的优选，以下内容来自酷狗音乐。要不你的话，他可能只听到一半啊。主观觉得苹果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啊，其他家大差不差。当然考虑到价格啊，其他家的表现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说了是智能音箱啊，但是没想到的是音质还是大家最在意的环节啊，42%。采访了一下工作室的小伙伴，你觉得智能音箱的音质怎么样？智能音箱要啥音质呀？Her alarm goes off and she gets up to watch the morning news. 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youth.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因为价格的原因啊，这个 HomePod Mini 肯定是最好的一个啊，一个全频单元加上无源辐射器啊，3频均衡，低频给力，而且声场也挺宽广的。其次是华为啊，这小家伙的低频表现也挺不错，中高频呢有点糊，好在是音场还比较宽广。而另外几个因为100元价格的原因啊，除了金鱼座稍微好一点点外啊，主观觉得其他基本上都是听个响的水平。如果你在意音质，他们的品牌呢都有音质比较好的相应的产品，你可以选购。毕竟基本款大家都只有一个全频单元。智能音箱能响，还附带个语音功能啊，确实是对传统音箱的降维打击。如果你很在乎音质的话，那还是正儿八经的买一个桌面音箱更靠谱，再单独买一个相应的助手。
第3部分是生态情况啊，主观觉得智能音箱最重要的还是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啊，无论是从各家的产品宣传还是 App 的界面上，你都可以看出，音箱小巧可以随意摆放，相比于固定的电视有更加灵活的优点。在众多智能产品中，智能音箱的语音交互性也更具优势。2021年中国家电市场智能家电的市场份额占比66%，各大品牌也都构建了自己的智能平台，所以目前的智能音箱能接入更大的生态量级，肯定是更好的。先看一下大家公认的杂货户百货超市啊，小米从小家电、大家电、灯具、传感器以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设备，米家平台基本上全部覆盖。不仅有米家自己的，还有各种小米投资的生态链企业，同时还能支持部分其他平台的设备，比如说欧瑞博、涂鸦智能、科沃斯等等。目前基本上常用家电你都能找到能接入米家的型号，当然米家也有它的不足，比如说目前它还不支持接入美的、格力等一些传统大品牌的智能平台，毕竟各家都要建立自己的生态壁垒嘛，也可以理解。天猫、小度、京一座这种自有品牌设备比较有限的智能平台，他们就好在第3方智能平台能通过绑定账号接入 SDK， 再通过智能音箱来控制。在平台丰富程度上，天猫支持美的、海尔、海信、格力、松下等传统家电品牌算是比较多的。小度也能支持美的、海尔、格力、奥克斯、创维等等品牌。京一座稍微少些和直接绑定其他平台不同京一座可以直接绑定设备，优点是可以控制的灵活度会更高一些，但是支持的型号又比较有限制。华为虽说起步较晚，但是目前能接入的产品也不少也能接入第3方平台，但数量比较有限，只有美的、长虹、美菱、小鲸鱼。小鲸鱼是不是走错片场了？而苹果虽说 HomeKit 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但是在苹果官网上能买到的生态产品都少得可怜，而且价格普遍比较贵，支持的品牌大家见的比较多的也就是绿米。你音箱表现再好，在智能生态覆盖方面还是被国产厂商吊打了。主观来讲，如果你真的想组建一套完整的智能家居这个小米确实是一个门槛比较低，而且设备覆盖面比较广的选择。天猫、小度、京一座、华为则是在选品上需要多费一些功夫。苹果，如果你不是果粉的话，你得有十足的折腾能力，能够在家玩 Home Assistant 的，不然还是建议你把它当个音箱来使用。第4，音箱自身的生态，估计你和我一样主观使用的时候也不是太在意这部分，毕竟有手机、电视、电脑等更多高效的内容获取途径但是对于老人和小朋友，特别是小朋友玩这些东西，甚至玩的比我们还溜。小米接入的是 QQ 音乐天猫精灵是酷狗、网易云、QQ 都没有问题。小度和京一座也是 QQ 音乐，华为是酷狗，苹果是自家的 Apple Music。而音箱的儿童资源方面，如果在 APP 中浏览基本上都会提示你要充会员或者购买，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做这个大冤种吧？好吧，我爸其实就是。其实如果你想听什么千字文、唐诗300首，直接命令音箱也能播放，当然这些内容在 HomePod 上同样没有如果真的想买智能音箱给孩子玩，带屏幕的肯定是更好的选择。你的智能音箱正在吃灰的小伙伴请扣1经常使用的请弹幕评论2。不由感叹在万物互联的道路上，国内的厂商响应速度确实飞快短短数年，100元级的智能音箱基本上都做到了比较全面的功能。同时，智能家电的崛起也让智能音箱从一个好玩的噱头变成了智能家庭的重要中枢。我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有一视频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比尔盖茨介绍他的智能豪宅进入家门佩戴上一个胸针走到家的任何位置家电就会按照你的个性设定开始工作比如说现在大家常见的自动开窗帘关灯开电视播放音乐而如今这些当年比尔盖茨花了14亿美金建出来的未来之屋我们现在几千块钱买点智能家居一些传感器设置几个自动化盖茨能够实现的很多功能，你现在就实现的差不多的效果。这就是科技进步的魅力，让普通人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就可以享受便捷的科技生活。之前我们说过，让普通大众用户都能用上的科技才是真正的科技普惠。OK 如果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博文的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